与神对话，一名牧师的寻觅之旅是由诺尔·唐纳德·沃尔什 Neil Donald Walsh 所著。这本书是一部灵性探讨的作品，被认为是一种对宗教和神秘主义的独特贡献。以下是书中一些重要的主题和观点。对话与沟通。该书主要是一场关于人类与上帝之间的对话。沃尔什声称，在一个困境中的一天，他开始与上帝进行对话，并且整个对话过程被记录下来。这些对话涵盖了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包括爱、人生目的、宗教、死亡等。上帝的本质。书中对上帝的理解超越了传统的宗教教义，强调了上帝的普遍性和无条件的爱。上帝被描绘为一种无条件关爱的力量，与传统宗教中有时所描绘的严厉、审判的形象有所不同。生命的目的。书中谈到了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生命目的，而理解并实现这个目的是人类存在的关键。上帝被描绘为引导人们认识自己，并在实现个体目标的过程中提供支持和指导。爱与关系。书中强调了爱的重要性，认为爱是生活的核心。作者通过上帝的对话传达了关于如何在个人关系、社会中实践爱的指导。宗教和信仰的重新审视。该书对传统宗教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并试图超越不同宗教之间的分歧，强调宗教是一种方式，而非唯一的方式。与上帝建立联系。自我发现。书中鼓励读者通过自我反省和深入思考来实现对生活的更深刻理解。自我发现被认为是通向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的途径。需要注意的是，《与神对话》一书在宗教和灵性领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有些人对这本书的观点表示支持，认为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非传统的思考方式，而另一些人则批评其违背了传统宗教的教义。读者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这本书，并将其观点视为一种灵感，而非绝对的真理。在《与神对话：一名牧师的寻觅之旅》中，对话与沟通是这本书的核心。作者诺尔·唐纳德·沃尔什 Neil Donald Walsh 声称，他在生活的一个低谷时期开始与上帝进行对话，并通过这些对话获得了深刻的灵性领悟。以下是书中关于对话与沟通的一些重要内容。真实的对话。作者声称，他的对话不是基于传统的宗教仪式，而是一种真实而直接的沟通方式。他描述这些对话就像是与一个亲密的朋友对话一样，没有仪式感，没有规定的形式。自我探索与提问。在对话中，作者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涵盖了生活、宗教、人性等广泛的主题。这种自我探索的过程不仅帮助作者理解自己，也向读者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问题，鼓励他们在内心深处寻找答案。上帝的回应。作者声称，他的问题得到了上帝的直接回应。这些回应构成了书中的对话内容。这些回应通常被描述为充满智慧、理解和无条件的爱，与传统宗教中有时所描述的神秘、超自然的方式有所不同。人类与上帝的关系。通过对话，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对人类与上帝关系的理解。上帝被描绘为一个无条件爱的存在，与传统宗教中经常强调的审判和惩罚的形象不同。这种关系更加强调个体的自由意志和选择的重要性。灵性指导。对话中包含了关于生活、人生目的和灵性成长的指导。上帝被描绘为一位慈爱的导师，
愿意为人类提供指引，但同时尊重个体的选择和决定。总体而言，对话与沟通是《与神对话》这本书的核心。通过这种形式，作者试图传达一种直观的、个人的与神性对话的可能性。这种对话方式强调个体与神之间的直接联系，超越了传统宗教体系的中介和规定。然而，读者应当以批判性思维对待这些观点，因为它们涉及到极端个人的灵性体验。对于每个人而言，这种体验可能是独特的。在《与神对话：一名牧师的寻觅之旅》中，上帝的本质是这本书的一个关键主题。以下是关于上帝本质的一些详细描述。无条件的爱。该书中强调上帝的本质是无条件的爱。上帝被描绘为一个无限慈爱和接纳的存在，与传统宗教中有时所强调的严厉和审判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作者通过对话表达了上帝对每个人的深沉关爱，无论他们的过去、错误或信仰如何。普遍性。上帝的本质被认为是普遍的，存在于一切之中。与某些宗教将上帝视为特定形式或地点的观点相比，这本书强调上帝是一种存在于整个宇宙、每一个生命体中的力量，超越形式。上帝的本质被认为超越了任何形式或定义，这与传统宗教中对上帝的描绘有所不同，强调了上帝的无限性和不可知性。上帝不被限制于特定的形象或属性，而是超越了人类的理解。创造者和创造物的融合。书中表达了上帝与创造物之间的融合。上帝不是一个与人类分隔的存在，而是与每一个生命形式相连的创造者。这种理解强调了人与上帝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每个个体都是上帝创造的独特表达。存在的目的。上帝的本质还被描绘为拥有目的。上帝被认为通过创造生命，提供经验和引导人类走向成长的过程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理解为生命的目的和存在提供了一个更为深刻的解释。总体而言，与神对话中对上帝本质的描述超越了传统宗教的框架，强调上帝的无限爱和与生命的紧密连接。这种观点可能被一些人视为一种新颖而解放的理解，但也可能受到传统宗教信仰者的质疑。读者在接触这些观点时，可能需要以开放的心态思考，并自己判断其对于灵性探索的启发性和价值。在《与神对话：一名牧师的寻觅之旅》中，生命的目的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作者通过上帝的对话传达了关于个体存在和发展的深刻理解。以下是关于生命的目的的一些详细描述。个体目的的独特性。该书强调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生命目的，不同的个体被认为有不同的使命和目标。这些目标既与个体的内在天赋和兴趣有关，又与整个宇宙的发展和进化有关。自我认识与实现。生命的目的与个体的自我认识和实现密切相关。通过对话，上帝被描绘为鼓励个体深入了解自己，包括自己的欲望、价值观和激情，并将这些深层的认知融入到实际的生活中。自由意志与选择。书中强调了自由意志的概念，认为生命的目的不是被强加的，而是通过个体的自由意志和选择来实现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向，并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做出选择。灵性成长。生命的目的也与个体的灵性成长有关。上帝被描绘为一个引导者，愿意在个体的灵性旅程中提供支持和指导。通过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困境，
个体可以实现灵性的成长，并逐渐接近上帝的本质，为他人服务。书中提到，生命的目的不仅涉及个体的个人成长，还包括为他人和社会提供服务。通过为他人创造价值和帮助他人，个体可以实现更高层次的生命目的。总体而言，生命的目的在与神对话中被描绘为一个深层次的、个体化的追求。这种理解强调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贡献和目标，而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是一个自我认识、自我实现和为社会服务的过程。这些观点提供了一种超越传统宗教框架的视角，强调个体的自由和创造性。在与神对话，一名牧师的寻觅之旅中，爱与关系是一项重要的主题。以下是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描述。爱是生命的核心。该书强调爱是生命的核心。上帝被描绘为一种纯粹、无条件的爱的力量，超越了传统宗教中有时所强调的惩罚和审判。这种爱是一种深刻的、持久的关爱，不受个体行为、信仰或过去经历的影响。个体之间的爱，除了上帝的爱，书中还探讨了个体之间的爱。作者通过对话表达了关于人类关系的深刻理解，强调了人们如何可以在彼此之间表达、分享和体验爱。自我爱的重要性。除了与他人的关系，书中还强调了自我爱的重要性。个体需要首先接受和爱自己，才能够真正理解并传递爱给他人。自我爱被描绘为一个关键的灵性原则，与整个宇宙和上帝的关系密切相关。理解和宽容。书中认为，真正的爱包含理解和宽容。人们被鼓励超越表面的差异，理解他人的经历、观点和感受。这种理解和宽容的态度有助于建立更深层次、更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爱的表达形式。爱的表达形式包括关怀、支持、慈悲和包容。书中提到，通过这些积极的表达形式，人们可以创造一个充满爱的环境，推动个体和整个社会向更高层次的成长和发展。爱与生命的目的。爱与生命的目的密切相关。书中认为，生命的目的之一就是学会爱，通过爱来实现自己和他人的成长。这种理解将爱视为个体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总体而言，与神对话中关于爱与关系的观点强调了爱的普遍性、无条件性和创造性。这种理解与传统宗教中对爱的观点有所不同，更强调了个体在生命中表达爱的自由和责任。这些观点对于推动更加爱与关爱的社会有着积极的启发作用。在与神对话，一名牧师的寻觅之旅中，宗教和信仰的重新审视是一项重要的主题。以下是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描述。超越宗教的界限。书中试图超越传统宗教的界限，强调宗教是一种方式，而非唯一的方式来与上帝建立联系。作者通过对话表达了对狭隘宗教观念的批判，主张超越信仰差异，以更宽容和理解的眼光看待不同的宗教。个体灵性的自由。该书强调个体在灵性探索中的自由，个体被鼓励独立思考，探索自己的信仰，并不受传统宗教规定的束缚。这种观点强调了个体与上帝之间的直接联系，而非通过宗教中介。信仰与经验的关系。书中对信仰和个体经验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作者通过对话强调，个体的经验是至关重要的，比起纯粹的教条信仰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这种观点挑战了一些传统宗教对信仰的严格规定。一体感，宗教和信仰的重新审视强调了人类之间的一体感。书中认为，所有的宗教都追求相同的目标，即与上帝建立联系和实现灵性成长，因此强调了超越宗教差异的共同点，将关注焦点放在连接而非分隔之处。灵性的个体化，该说主张灵性是一个个体化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灵性旅程，这与传统宗教中可能对教义和仪式的强调有所不同，鼓励个体根据自己的内在体验和直觉来寻求灵性的真理。宗教与爱的关系，书中强调宗教的核心应该是爱，而不是宗教规则或仪式。爱被视为联系个体与上帝之间的纽带，宗教被认为应该是爱的表达形式而非限制。总体而言，与神对话中对宗教和信仰的重新审视呈现了一种对传统宗教观念的挑战，并强调了个体在灵性探索中的自由和责任。这种观点可能引发对传统信仰和实践的反思，并鼓励人们以更开放的心态探索灵性。在与神对话，一名牧师的寻觅之旅中，自我发现是一项重要的主题。以下是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描述。内省与自我认识，书中强调了内省和自我认识的重要性。通过对话，上帝被描绘为鼓励个体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在世界，了解自己的欲望、信仰和价值观。自我发现被认为是通向更深层次理解的途径。过去经验的审视，书中鼓励人们审视过去的经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负面的。通过对过去的反思，个体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成长历程，发现潜在的学习和成熟的机会。自我接受与自我爱，自我发现的过程包括了自我接受和自我爱。个体被鼓励接受自己的全部，包括过去的错误和不完美之处。自我爱被认为是一个关键的灵性原则，为个体与上帝之间的连接创造了基础，激发激情和目标。自我发现被认为是激发激情和追求个体目标的动力。通过深入了解自己的兴趣和激情，个体能够发现与自己的真正目标和生命使命相一致的领域。自由意志和选择的重要性，书中强调自由意志和个体选择的重要性。自我发现的旅程是自主的，个体有权决定自己的道路，而不受外界的限制。这种自由意志和选择的观点鼓励个体主动参与自己生命的创造。灵性的个体化，自我发现强调了灵性的个体化。每个人的灵性旅程是独特的，不应被规定或强加。通过个体化的灵性体验，个体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与神对话中对自我发现的描绘强调了个体内在的力量和自由，强调了每个人在生命中的独特性。这种观点鼓励人们勇敢面对自己，并通过深入的自我发现，实现个体的成长和灵性的提升。